因为其实以前我在睡觉的时候，打呼像战车一样。非常的大声更不要说这个睡眠的情况下，我自己本身其实我只要挺胸收下巴的这个动作，其实我鼻子是吸不到空气的。但是我动完这个手术之后，包含说枕边人的这个反馈，已经没有什么打呼声了，从本来吸不到空气变成畅通了。所以这个手术它绝对是可以改善我这个问题的。像我们有呼吸中止的问题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指数叫做 RDI。它是去解释说你1个小时里面你的呼吸异常的状况，所以指数越高是越不好的。那我在还没有动手术之前呢，我的指数是57.6，我算是重度的非常严重的呼吸中止症。但是我动完手术之后，我的 RDI 的指数已经降到了7.3那边，所以这个手术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我个人算是在做正颌手术比较痛苦的那一类人正颌手术是到1个月之后，我才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尤其是前1个礼拜的时候，我一天可能只睡1个多小时，因为他鼻子是完全堵住的嘛。前1个礼拜的时候只能靠嘴巴呼吸，所以我一天都是1个阶段都只能睡1个多小时。大概到1个月之后，开始可以比较正常的时候，就度过了这个难关了。如果今天我们有功能上的问题，想要健康，或者是想要外观上的改善，我们给自己1个月的时间，让自己有心理准备，这是一个很不舒服的过程，但是它绝对是撑得过去。做好心理准备，这1个月我相信大家都是能度过的，像我一样。坦白说，我一开始知道这个手术的时候，其实我只是想改善自己呼吸中止的问题。坦白讲，我没有觉得自己的外表怎么样，也没有人跟我讲过说我的外表怎么样可能下巴后缩什么等等之类的。其实我真的是不了解，也不 care。那我也知道说正颌手术才有办法把我这个先天的这个呼吸道狭窄的部分给解决的。我身旁人是说都变好看了脸变得更瘦，然后更有立体感。我当初其实我很困扰，因为我发现说我好像会有呼吸中止的问题，很多资料我只能在网络上查，我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呼吸道是狭窄的。所以我那时候在网络上去查的时候，我只查得到谢医师这个正颌手术是针对这个呼吸道的。原来我这个状况呼吸中止是可以透过正颌手术去改善的。后来我在看一些谢医师的他一些背景调查等等之类的，发现说他真的是非常专业的，不论是学经历的部分，非常多的名人都是给他处理的。所以最后我也是非常有信心的给谢医师去开这个手术。那结论也是觉得非常的幸运也觉得做得非常的好。正颌手术选择谢医师。